所以我的观众应该都知道，我以前也是个动画区 UP 主，小学的时候就有在追海贼王了。当时和网上有人吵过海贼王和火影到底哪个更牛，之后我后面去补了火影，只能说火影和海贼都挺好看的。之后我又陆续玩了一堆火影的游戏，像是小时候的死神 PK 火影、史蒂芬那边的火影疾风传、究极风暴我都有玩过。后面因为能用电脑的时间越来越少了，了解到了还有一个火影忍者的手游，区别于当今市面上大部分的卡牌游戏，这种纯粹的横版格斗让我当时玩挺上头的。直到今日，火影手游的热度也是高居不下，愿意听取意见的运营也让不少玩家对火影手游出版商，也就是魔方工作室留下了不少的好印象。而就在前几天，我听朋友说魔方工作室又出了个手游，叫什么航海王壮志雄心，也是火影手游那种横版格斗类型的。我当时就来了兴趣，虽然我还是挺相信魔方工作室，但也不敢提前开香槟，万一到时候出来拉胯了，岂不打自己脸？那你们懂我的，我可不是一个什么听风就是雨的人，这不得让我接下来好好评价一番。开始游戏，开局是一段 CG， 索隆被海军绑在十字架上，然后路飞前来研究。有一说一，这三讯号的质量真的可以啊，感觉像是在看海贼王大电影一样，人物神态的小细节也表现得挺到位的。哦，我们的主角路飞就位了，先看怎么操作。左下操作摇杆，右下有4个键位，最大的键就是平 A 了。这套平 A 有5段攻击，第5段能打到蓄力攻击，并使敌人浮空。一技能就是橡胶机关枪，可以说是路飞最经典的技能了。按住方向键还可以边移动边攻击。2技能橡胶车轮，直接漏弹冲击，狠狠的撞对面。快局就是这样一次技能键，还能接一个橡胶长矛。怒气值满了4万奥义。看大招是什么？我去，这不是那个橡胶暴风雨吗？有一说一，这些招式都挺还原的。大招也只是插了一小段原画之后，十分流畅的衔接上了游戏内的人物动作，真不赖呀！这不是我们的英雄好图和科比吗？哦，现在是援护技，看来这游戏应该是和火影手游有着类似的核心机制。招式会呼叫援助对敌人进行攻击，不同的援助也会有不同的攻击方式。游戏里还引入了空岛贝，其实我一直对空宝贝有种遗憾，尾田后面好像忘记了这个东西，感觉很多空岛贝都是很有用的。这游戏里面弥补了我的遗憾，现在可以在联动中插入空岛贝，打出各种各样的效果。我们最开始拿到的空岛贝还可以打断 BOSS 的蓄力，索隆的3刀流也是完美还原进了游戏。一技能刀蓝流有着2段不同的招式，每次技能之后都可以衔接平 A 打出3刀流。2技能鬼掌远距离突进，长按鬼掌更是可以变成鬼烧斩，伤害更高，击飞更远，还能攻击到地面上的敌人。怎么多了一个键？我去，狮子王哥直接一刀斩了3000多血，奥义成了索隆的招牌技能3000世界。不过这个时候就为3000世界了，前面不得随便打。打完这单之后，索隆也就加入了我们海贼团。之后主线也就是跟动漫一样，主角团的人一个个相遇，然后结伴，配合这高质量的 CG 演出，真让我有点舍不得跳过剧情，想着当做是回顾剧情再看一遍海贼王。现在解锁了抽卡，咱们先去活动界面领奖励，囤一波资源再抽。第2天可以领乔巴，第5天和第8天都可以领一个10连，感觉还可以啊。后面这个伙伴修行、白猎荣耀和友情羁绊活动，都是玩几天就可以免费领成卡的。焚将只要1天干一点，多拿几盘 PVP，第1天也可以拿到。哇，这有点厉害啊！不愧是前期能和3子55开的角色。领完福利之后，我们直接去抽卡，看能不能出货。10连开！坏了，怎么都是些紫卡？虽然好几个主角团的，但都是紫卡，怕不是要在 PVP 里面被暴打，先去试试看好了。毕竟这种格斗游戏最重要的还是 PVP， 希望它平衡做得好吧。体验了半个多小时 PVP， 有一说一，其实这些紫卡角色意外的都挺能打。除了娜美这个机制有点玩不习惯之外，其他的角色基本都有自己的战斗风格。像塔西米就是每次小技能结束后使用一次普攻，可以强化下一次释放的另一个技能。路飞则是可以利用2技能手残和1技能快速突进的优势来更优先的攻击到敌人。我最喜欢用的还是索隆，只要能在每次技能释放后追加平 A， 就可以恢复精力，能搞出很高的连击，操作得当，甚至能打8、9颗。随系统攻击到了就占有很大的优势，但也不是说被打到了就可以双手离开屏幕了。游戏内还有一个闪身机制，被攻击时可以使用，就可以脱离受击并瞬移到敌人后方。PVP 技术如何，很大程度就要看你对闪身的使用和对角色的理解。像这把我们就碰到了高手，一开始我看他把小巴放在第1位，还以为随便打，结果打着打着就发现不对劲了。我先手出了3字，本来这里我是想趁他喷墨时绕到他背后反击，结果这个喷墨范围意外的大，直接就被连上了。我们直接叫闪身离开并反击一波，但对面反应也很快，直接交了闪身想反打一套。我想跑出他的攻击范围，但他的平 A 范围比较大，直接在角落被他逮到一顿砍。这时我们的闪身还有10秒，也没什么办法，只能看着自己挨揍。他也不用技能，就一直卡平 A 砍我，打得我闪身好了都还在连击。我想着应该差不多要连击保护强制落地了吧，结果他还能连上，就一直平 A 跟他砍。我感觉再不交闪身能直接被他连死，于是赶紧交了闪
闪身离开攻击范围。最后虽然抓住了一次攻击机会，打了他一管血，但还是因为前期掉血太多，时间结束了，对面以血量优势赢下了这局。第二场我上阵了路飞，开局想利用2技能的手残优势先打一套，结果对面直接利用空岛被更长的攻击范围抢到了先手，我只能闪身赶紧拉开。想还击的时候被对面用霸体顶了回去，反而自己再次陷入危机，被对面连了波大的，直接被1穿2啊！此时我的场上只剩下索隆，这是要复刻动漫名场景吗？来，海贼王我淡定了。接下来我要让对面看看我3刀流的真正实力。第3局开局，对面还想用空岛被抢到先机，我们直接向上移动躲开风刃，并用皮 A 抢到连击。只是对面是没有奥义点，无法使用闪身的。那么接下来就是我的回合了。刀男流接3刀流，可以在敌人每次即将落地时上挑一段小距离，可以在落地保护前极限接上。此时你的生命犹如风中蟾蜍，3刀流奥义3000世界，满血击杀。第4场对面上阵了蜡烛人，这个角色以控制为主，我们只要躲开场上的蜡烛，他就拿我们没办法。开局抢到先手，打他一套，等他倒地时使用喷风背后撤，并将他重新击飞，接鬼烧斩再打一次伤害，一套直接打他1半血，之后往后撤离等待时机。就在释放蜡烛攻击我的一瞬间，使用刀男流腾空躲避攻击，最后使用3000世界收尾，再次拿下一局。最后一局敌方上阵了微微公主，但你的操作套路已经被我看穿，只要你敢先手将闪身攻击我就能利用我的闪射回击，这样你的闪身真攻击的时候都是我的输出时间。最后使用奥义技有惊无险拿下此局胜利。该说不说，这游戏的 PVP 做的真挺好玩，我连着打了几个小时都不带腻的，直接冲到了2300分，而且角色之间的差距都不算大，就算是小班那种小角色，玩的好都差点给我1穿3。更重要的还是要看玩家对角色的理解和熟练度。与 PVP 的热血战斗不同，这游戏的日常可以说是比较轻松休闲了。这个小队冒险的玩法，每日可以领取2次奖励，里面会有各种奇怪的目标。我第一次打的时候是要尽可能击杀更多的海牛，打的越多奖励越好。第2次则是要逃离代理女王的怀抱，尽可能逃得远一些。每天都有新花样，还有个海域探险，帮助盖蒙找回他的真兽。事件中获得的资源可以在商店换船和错卡资源的。就算你懒得打只想挂机，也可以点左上角的自动让 AI 自己玩，可以说是极大程度的照顾了玩家的干度。总的来说，《航海王壮志雄心》这款游戏目前看下来都延续了火影忍者的高质量，并且在这框架上还做出了自己的新东西。官方已经宣布12月19日进行公测，我这种老海迷到时候肯定会玩的。感兴趣的大伙可以去官号看看更多详情。那么我想这就是本期这部小内容啊，如果喜欢的话可以给上关注啊，所以可以看更多有趣的游戏视频。那对吧，我是李，我们下期见。